也许就是上天的安排，虽未找到魏婴，可却找到了那个抱着魏婴腿撒娇的小孩。蓝忘机紧紧地抱着阿苑，仿佛在透过他拥抱着那个明眸少年。阿苑紧闭着双眼，嘴里还嘟囔着婆婆、宪哥哥。蓝忘机伸手摸着阿苑的额头，阿苑发烧了，可是自己还没找到魏婴。蓝忘机回头看来一眼乱葬岗，魏婴等我。随即蓝忘机连忙御剑朝着姑苏赶去。兄长，蓝忘机慌张地带着阿苑来到了蓝曦臣面前，眼底的哀求是清晰可见。蓝曦臣看着蓝忘机怀中的稚子，不由大吃一惊，乱葬岗哪来的孩子？蓝曦臣看着伤痕累累的弟弟，衣衫早已鲜血遍布，终究是心疼这个弟弟，劝道：忘机，你且跟着这孩子一起医治吧。蓝忘机面无表情地将怀中的阿苑递给蓝曦臣，决绝之意不必多言。蓝曦臣与蓝忘机僵持片刻，望着自家弟弟执拗的眼神，终究还是败了下来。蓝曦臣唤来弟子去请医师至客房，替这名孩子医治，可不等蓝曦臣递出，一只满是泥土的手挡在他们中间。蓝忘机看着蓝曦臣要将阿苑交给弟子，伸出右手拦住了蓝曦臣准备递出去的手。旁人或是看不出什么，可蓝曦臣看得清透，这是不放心这孩子一个人，可自己又怎么放心忘机一个人？本打算随着忘机去乱葬岗的心思彻底败在了蓝忘机的眼下。忘机，你若一个时辰没回来，那我便亲自上乱葬岗把你带回来。蓝曦臣难得冷言道，33道界边对身体伤害已是很大，再去怨气频生的乱葬岗，伤势只会更重。然而回应蓝曦臣的是蓝忘机微微下垂的眼眸。蓝忘机看着蓝曦臣抱着阿苑消失在自己的视线中，转身决绝地朝着乱葬岗行去。一身血袍在风中沙沙作响，空中上流着淡淡的血腥味。蓝氏家规石上的红色家规在血腥味的覆盖下愈发红艳。与此同时，魏婴含着泪看着爷爷和二伯，要说再见了。真的好不舍呀，仅仅半个时辰的温暖，便让自己不愿离去。李凡微挑着眉角，看着恋恋不舍的几人，遂说道：勿再耽搁，他该回去了。时间越长，魂体沾染此界的气息越浓厚，那小世界便不敢收他了。后果如何，已经不用多说了。大千世界，每个世界的生物生存都是脱不了该界的气息。若该界生物沾染上其他世界的气息，那这个生物的气息将变得不伦不类。若是有肉身在体，稍能压制，单纯的魂体就是一个移动的香炉，不断散发着那混杂的气息。那魂体若是不够强大，就会被两个世界同时驱逐，不入轮回，消散在二界之外。魏冕闻言紧紧抓着魏婴不放的手瞬间松了下来，虽然很是不舍，但终有一别。魏冕还是忍不住揽住魏婴的肩膀，叮嘱道：阿婴回到那里，一定要好好的，不要委屈自己。魏浩拍了拍魏冕的后背，安抚道：阿爹，阿婴很乖的，他知道的。李凡看着两人往后退了一步，将魏婴留在原地，给予自己施法空间。李凡挥了挥衣袖，两人被迫往后又退了几步。施法的声音回荡在整个空间内。随着声音的落下，魏婴化为点点星光消失在了空间里。魏冕和魏浩向着李凡双手抱拳道：多谢前辈。李凡盯着魏婴消失的地方，嘴角微微上扬，但很快就恢复了正常。李凡看向那魏家父子，说了一句不必，便直接离开了这个空间。嗡！魏浩掌中的玉佩蠢蠢欲动，不断的想要挣开魏浩的束缚。魏浩右手微施力，浓郁的空间之力牢牢包围住所欲。两人互相对视一眼，下一瞬间双双消失在了空间中。魏家府邸中，一群人围住魏浩，魏冕询问着未曾见面的孩子都信息。魏冕坐在椅子上，深深地叹了口气，眼中满是疲惫。那白发的奶奶或是个急性子，直接说道：我那大孙子怎么了？你倒说呀！你这老头一整天憋不出一句话，你要急死我呀！玲珑，你急啥？魏冕看着急躁的老伴，习惯性回了一句，遂顿了顿，似在组织言语：阿英过得不好，一点都不好。魏浩见着补充道：那孩子名英，字无限。阿英修了鬼道，小成，万鬼反噬。蒋玲珑整个人如被雷劈了一般，呆愣在原地。阿泽的孩子，自己的孙子，
竟是被万鬼活活撕碎致死。心脏一股钻心的疼痛感弥漫着，蒋玲珑大口喘着气，紧紧捂住自己的胸腔，似是这样，耐心底的疼痛便能少一分。魏贤连忙扶着自家阿娘坐到位置上，皱着眉头看向魏浩，既已小成，又怎会被反噬？魏家从不在乎修河道，毕竟大道3000，终是殊途同归。更何况鬼道难成，非心志坚定者不得修。鬼道小成可窥阿英心性如何，小成和万鬼反噬本就不应搭在一起。魏浩也很想知道自家的孩子究竟发生了什么，可是阿英闭口不谈，怕少不得被身边人算计，伤了心。未免闭目言道，阿英没了金丹，观其脉络，怕是被活活剖出来的。魏浩没有碰到魏婴的脉搏，自是无法知晓他的身体状况，可不曾想竟是这番结果。